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科技界的那个巨人 Intel。这家公司哇，最近动作真的很多，经历一个很大的转变，感觉整个科技业都在看。你可能也感觉到了，就是关于 Intel 的新闻真的满天飞，像那个美国政府的晶片法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要拉抬美国自己晶片制造的那个。对，他们用那个法案给了 Intel 一大笔钱，然后更妙的是，还跟以前那个死对头辉达 NVIDIA 竟然宣布要合作了。没错，甚至还互相投资，这个真是蛮劲爆的。是啊，再加上他们那个听起来很厉害的那个新制程蓝图，什么18A、14A 的，资讯量真的很大。对，光是这些消息就够让人眼花缭乱了。我们手边的资料也很多啦，有那个很官方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公告，像8K 文件那些，还有 Intel 自己发的新闻稿，然后科技媒体的分析报道，甚至像 PTT 这种，哇，上面讨论超热烈的。没错，乡民的意见也很多。所以这次我们的任务，很清楚，就是帮你从这一大堆复杂的资讯里面抓出最重要的部分。Intel 的新策略到底是什么？钱从哪里来？技术现在走到哪了？市场怎么看？他们这条路这个转型到底有没有机会成功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拆解看看。好，首先呢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钱嘛。Intel 最近好像拿到了一大笔让人眼睛一亮的资金，这背后是怎么回事啊？的确，这个资金应该说是 Intel 转型能不能成功的关键燃料。我们先看美国政府这边好了。去年底，就是2024年11月的时候，他们敲定了根据那个晶片法案，要给 Intel 最高78.6亿美元的直接补助。哇，70几亿美金，对，而且还有另外大概几千万美金是用在人才培育上的。将近80亿美金。那这笔钱主要是用在哪里啊？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支持 Intel 在美国本土那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，涵盖了我记得有亚利桑那、新墨西哥、俄亥俄、奥勒冈这4个州，总共12个晶圆厂跟先进封装厂。哇，规模很大。对，不过这笔钱不是说啪一次就给完，要看 Intel 的进度，像是厂房盖得怎么样啦，技术开发到哪啦，晶片做出来多少啦，甚至他们拉到多少客户，这些都要达标才能分阶段拿到钱。哦，听起来政府也是盯得很紧嘛。那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之类的？有，而且条件呢相当严格哦，像是限制他们发股利来买回自家的股票，也限制他们去某些特定的国家扩厂，或者说跟某些外国公司进行技术合作。还要求 Intel 在未来几年内要在美国投下至少我记得是350亿美元的研发。哇，350亿！对，甚至如果这些投资将来真的赚了大钱， Intel 可能还要分一部分利润给政府。还有这种事？是啊，不过同时 Intel 也可以申请那个大约25% 的投资税收抵免，就是 ITC， 这个也是不小的帮助啦。而且好像不只是给钱，美国政府还直接变成 Intel 的大股东了。对，你说到重点了，这是更引人注目的一步。今年8月的时候宣布的，政府把一部分的补助款，再加上另一个叫什么安全核心国安计划的资金，总共89亿美元，直接换成了 Intel 的股票。89亿，那占多少股份啊？大概快10% 的普通股，买入价是每股20.47美元。哇，将近10%，这感觉有点像是让 Intel 披上了一层国家队的色彩了耶。好像把它当成国家级的重要资产了。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虽然政府那边是说，这是被动投资啦，不会去抢董事席位，大部分情况下也会跟着董事会的建议投票。但是你想想，政府变成这么大的股东，这件事本身的象征意义，还有那个潜在的影响力，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。确实。那除了政府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大咖也来投资了？
有的，有的，策略投资者的加入，同样关键。首先就是去年9月那个震惊市场的消息嘛，辉达 NVIDIA。对，NVIDIA 投 Intel，这个我真的吓到。对啊，他们投资了$50亿，买了 Intel 大概4% 的股份。不过这笔交易还要通过美国那个反垄断审查，而且辉达并不会因为这样就拿到什么特殊的公司治理权利。NVIDIA 投 Intel， 这真的是活久见呢。还有吗？还有日本的软银 SoftBank， 去年8月也宣布投了$20亿，这其实也显示出软银现在的策略重心是放在投资美国的 AI 跟晶片基础设施上面。他们之前你也知道，大笔投资了 OpenAI。哦，了解。那这样算下来，光是政府入股 NVIDIA 和 SoftBank 这3笔加起来就超过$160亿嘞。对，超过160亿。对于那个听说债务还蛮高的 Intel 来说，这笔钱真的是及时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多新股票发出来，会不会稀释掉原来股东的权益啊？这好像也是市场担心的点。确实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。资金到位当然是好事，可是怎么用、什么时候用，还有对整个股权结构的影响，这些都是后面要持续关注的。好，那谈完了钱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合作。刚刚提到 NVIDIA 不止投钱，还跟 Intel 宣布合作。这2家我印象中过去在市场上不是杀得你死活吗？现在怎么会走到一起？对，这绝对是科技业这几年来最让人意外的结盟之一了。简单来说，他们的目标是想把 NVIDIA 在 AI 还有 GPU 领域的那个超强的实力，跟 Intel 的 CPU 技术，还有那个很广大的 XC80 电脑生态系，把它结合起来。听起来好像很互补。那具体会怎么做呢？主要有2个方向。第一个是在资料中心，Intel 会帮 NVIDIA 设计和代工做那种客制化的 X80 CPU。而且这些 CPU 会用 NVIDIA 自家的那个 NVLink 技术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超高速的晶片之间的通道，把它们连接起来。然后呢 ，NVIDIA 再把这些整合好的方案卖给他们的客户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以后 NVIDIA 的 AI 平台里面可能会出现 Intel Inside 的 CPU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对，那第2个方向是在个人电脑，就是 PC 这边。Intel 会制造一种新的 X86 系统单晶片，就是 SoC。这种晶片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会把 NVIDIA 的那个 RTX GPU 用小晶片 Chiplet 的方式整合进去，同样也是透过 NVLink 来连接。目标是锁定那种需要顶级 CPU 跟 GPU 效能紧密配合的市场，像是高阶的电竞笔电啦，或者是设计师用的那种电脑。这个合作对双方来说意义到底是什么啊？我看 NVIDIA 的黄仁勋说这是历史性合作，然后 Intel 的 CEO 那个陈立武 Lip-Bu Tan 也说双方技术很互补，但有没有更深层的考量啊？从 NVIDIA 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除了财务投资之外，可能还有更重要的战略意图。比方说跟 Intel 合作，可以稍微缓和一下外界对他们在 AI 市场你知道有点一家独大的那种疑虑啊，有道理。对，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技术影响力扩展到 X86 这个阵营，而且在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的背景下，跟美国本土的 Intel 加深连接，也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弹性。那对 Intel 呢？感觉他们获得的好像更多。对 Intel 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利多。你想想，等于是直接获得了全球 AI 龙头的技术资源跟背书，这有助于重拾市场的信心，特别是在他们现在积极推动那个晶圆代工业务的时候。就是那个 IDM 2.0 策略嘛。对，IDM 2.0 的核心之一就是扩大帮别人制造晶片的能力嘛。那 NVIDIA 这个客户，同时又是伙伴，这个分量就很重了。听起来好像是双赢的局面哦。但是这种以前的对手变成伙伴，实际执行起来会不会有什么矛盾或困难啊？这个肯定是个挑战啦。你想，
两家公司的文化、做事的方式、技术的路线，其实都有蛮大的差异。合作的细节要怎么敲定，也利益怎么分配，如果遇到技术瓶颈，那责任要怎么厘清，这些都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摩擦点。目前看起来是高层拍板定案了，但后续的执行状况，还有待观察。好，了解。那现在有了钱，也有了这么强烈的伙伴，接下来就要看 Intel 自己的真功夫了嘛，也就是技术实力。现在好像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接下来的2个关键制程节点，一个是 Intel 18A， 另一个是更下一代的 Intel 14A。这2个能不能成功，感觉直接关系到 Intel 的未来。没错，完全正确。我们先来看那个 Intel 18A 这个制程大概相当于业界在说的2奈米等级。它的亮点是，它是业界第一个同时用上2项新技术的节点，一个叫 PowerVia， 一个叫 Ribbon FET。PowerVia Ribbon FET， 这听起来很专业耶。简单说啦 ，PowerVia 就是从晶片的背面来供电，这样可以让电力传输更有效率，然后腾出更多空间来放电晶体。那 Ribbon FET 是一种环绕式闸极 GAA 电晶体，它可以在更小的面积塞进更多的电晶体，而且速度更快。听起来真的很厉害。那进度怎么样？真的做得出来吗？ Intel 自己是说 18A 已经在所谓的风险试产阶段了，目标是2025年底以前要量产。主要的生产基地会是在亚利桑那州那个新的厂 Fab 52。第一个用上 18A 的自家产品会是给笔电用的 Panther Lake 处理器，就是 Core Ultra Series 3。伺服器那边则是 Clearwater Forest， 是 Xeon 6 Plus。而且像亚马逊 AWS 也已经宣布他们新的 AI 晶片会用 18A 了。听起来客户已经有了耶。那最大的挑战会在哪里啊？良率。这个几乎是所有先进制程的痛点。有市场消息传出来说，目前 18A 的良率大概在 50% 到 55% 左右。50% 到 55%？ 对，这个数字距离能够稳定获利，大概要 70% 的那个门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。等等，50% 到 55% 的良率，这意思就是说做2片晶圆就可能坏掉快1片，那成本压力不是超大的吗？正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要怎么样快速把良率拉上来，是 Intel 现在最头痛的问题。良率上不来，成本就降不下去，就算技术再怎么先进，也很难赚钱，更别说要去吸引外部的代工客户了。这确实是大问题。那接下来的那个 14A 呢？听说要用上更先进的技术。对，Intel 14A 已经进入所谓的埃米级，就是 Angstrom Era， 比奈米还要更小的尺度了。Intel 对它寄予厚望，打算让它成为业界第一个采用那个 High-end EUV 来量产的制程。High-end EUV，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听起来更厉害了。EUV 就是那个极紫外光微影技术嘛，是现在生产先进晶片的关键设备。那 High-end EUV， 你可以想象成是解析度更高的 EUV， 它可以刻画出更精细的电路图案，让晶片可以做得更强、更省电。14A 除了 High-end EUV 之外，还会用上第2代的 Ribbon FET 电晶体，还有第2代的 PowerVia 背面供电。目标是效能要比 18A 再提升个 15% 到 20%， 或者说功耗可以降低 25% 到 35%。 哇，听起来很诱人哦。那 14A 的时间表呢？来得及吗？ Intel 是说开发进度超前啦，已经给主要的客户那个早期的设计工具，就是 PDK， 而且有好几家都表达了试产的意愿。量产的时间点大概会抓在2026年底或者是2027年。但说实话，这个时间点其实很赶因为你看它的竞争对手台积电的 A16 制程预计是2026年量产，而且还不用 High-end EUV。三星的 1.4 nano 也是预计2027年。Intel 等于是要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导入一个更复杂而且更昂贵的新技术。说到昂贵，那个 High-end EUV 很贵吗？非常贵。Intel 的财务长自己都公开说了， 14A 的制造成本会比 18A 高，主要原因就是那个 High-end EUV 机台，据说一台就要将近4亿美元。4亿美金一台机器？
对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。所以 Intel 能不能拉到足够多的外部代工客户来一起分摊这个可怕的成本，就变得非常非常关键。如果到时候只有自家的产品用，那成本压力真的会非常非常大。哇塞，等于说14A 不只是技术要成功，还要市场买单呢，特别是外部客户要买单才行哎。没错，这就是14A 成功的2大支柱：技术可行性还有商业可行性，缺一不可。好，那配合这些新的制程，Intel 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啊？有哦，刚刚提到那个用18A 的 Panther Lake 笔电处理器嘛，预计是今年底明年初就会上市。它主打 AI PC 功能，号称那个 AI 算力 TOPS 可以到180，然后 CPU 跟 GPU 的效能也比前一代提升50%以上。哦，听起来不错。对，那伺服器方面，同样用18A 的那个 Clearwater Forest，预计是2026上半年会推出。它是采用 E-Core， 就是效率核心的设计，最多可以到288核心，主攻那个云端资料中心的市场。听起来 Intel 这个技术蓝图真的是非常积极，甚至可以说有点激进了。从18A 的 PowerVR、RibbonFET 到14A 要抢先用那个 Hainan EUV， 都展现了他们想要重返技术王座的决心。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啊，蓝图画的再漂亮，执行力才是关键啊。18A 的良率到底能不能爬上来？14A 的那个天价成本跟客户能不能搞定？这感觉都是硬仗啊。是的，没错。未来这1-2年，这个执行力将是检验 Intel 成败的唯一的标准。好，那做了这么多大动作，投入了这么多资源，市场是怎么看的啊？我看 Intel 的股价去年好像涨了不少，但分析师们好像又没那么乐观。确实是这样。Intel 的股价在2022年，特别是在宣布拿到大笔资金，还有跟 NVIDIA 合作之后，那个涨势非常惊人，一度从年初涨了超过2倍。对，但波动也很大。可是有趣的是多数在追踪 Intel 的那些华尔街分析师给的评级却相对保守，大部分都是给 hold， 就是持有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啊？股价涨翻天，专家却只给持有。分析师担心的点主要有几个啦。第一，他们觉得股价涨这么多，主要是靠这些一次性的资金挹注的消息在刺激，而不是说公司本身的赚钱能力真的改善了。虽然营收可能止跌回升了，但获利压力还是很大，特别是那个晶圆代工业务还在烧钱亏损当中。原来如此。对，第二就是估值可能已经偏高了，短期内不容易再有大幅上涨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市场的兴奋感可能有点跑在基本面的前面啊。可以这么说，大家对 Intel 的转型是有期待的，但分析师更看重的是实际的财报数字跟获利前景，而这部分还需要时间来证明。好，那领导层方面呢？那个 CEO 陈立武上任之后也推动了不少改革嘛，像是裁员啊，卖掉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啊，全力推动那个 IDM 2.0。最近好像还有个有趣的传闻，跟台积电有关。是的，这个传闻最近在业界传得很凶，但还没有证实哦。就是说，刚从台积电退休不久的那个资深副总罗维仁 Wei-Jin Lo 可能会加入 Intel， 负责研发相关的业务。罗维仁他在台积电待了21年，经历过营运跟研发的关键职位，尤其特别擅长先进制程的量产跟良率提升。哇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对 Intel 来说，不就等于是挖来了台积电的良率高手？难怪 PTT 上面讨论这么热烈。没错啊，大家都在猜，如果他真的加入，能不能把台积电的那个成功经验复制到 Intel？ 能不能适应 Intel 的文化？还有没有那个竞业条款的问题？当然，这些目前都还只是传闻啦，双方都没有证实。不过这个传闻本身是不是也反映了 Intel急于追赶的心情啊？
可以这么解读。这显示 Intel 确实意识到自己在先进制程量产还有良率上的不足，希望能引进外部的经验。但也要客观来看啦， Intel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，它面临的挑战是系统性的，单靠一位高阶主管能不能扭转整个局面，还有待观察哦。组织文化啦，内部流程的改造啦，这些可能比技术引进还要困难。有道理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深入聊了英特尔近期的各种大动作。来，我帮你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钱跟朋友都来了。英特尔拿到了美国政府、NVIDIA、SoftBank 这些总共超过160亿美元的资金和策略结盟，财务压力应该是减轻不少。第二，跟对手变牵手了，跟 NVIDIA 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合作，要在资料中心跟 PC 领域共同开发新产品，这个市场想象空间很大。对。第三，技术蓝图很敢冲。18A 制程那个2奈米级的准备要量产了，更先进的14A 制程埃米级的还要挑战率先导入那个 High-end UV 这个大魔王级的技术。没错，野心很大。但第四点也是最大的问号，执行力。18A 的良率到底能不能快速提升到可以赚钱的水准？14A 的那个天价成本要怎么控制？外部的代工客户买不买单？这些都是硬仗，绝对是硬仗。最后一点，市场反应很热烈，股价先涨了，但分析师相对是比较冷静的。领导层的变革，还有那些业界传闻，也为英特尔的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。总结来说 ，Intel 现在手上的牌面，看起来是不错，有政府在后面撑腰，也有强大的盟友。但这就保证能让它重返荣耀吗？还是说，公司内部那些可能根深蒂固的执行挑战，还有像台积电、三星这些强敌的竞争压力，仍然会是难以跨越的高墙？这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：未来这2年，你觉得哪个因素会是决定 Intel 成败的最关键的那个指标？是 18A、14A 的技术良率真的突破了吗？还是他们成功抢到了几个重量级的外部代工大客户订单？又或者是跟 NVIDIA 的合作能不能真的做出让人惊艳、市场也买单的产品？这些都值得你持续关注下去。好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希望这次的深入探讨能帮助你更清楚地掌握 Intel 目前的状况，还有它未来的挑战跟机会。我们下次见。